种姓制度甚至在健康方面都会有影响。印度相对富裕的地区，婴儿死亡率远高于比它贫困的缅甸、孟加拉国甚至尼泊尔地区。对应的是印度7.32亿人无厕所可用，占总人口56%，大量的人直接在露天、路边、河边和田野排便。如今的印度大约有50%的人在露天进行排便。不要认为是印度穷修不起厕所，因为这个比例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比例还要高10%。而开放式排便的问题是没有人处理排泄物，下雨之后细菌会流入溪流、河水和农作物中，而当地居民在使用水和食物因此受到污染，导致几内亚蠕虫、霍乱和痢疾的传播。这样的问题你肯定会说，政府多修几个厕所不就好了？但并非如此简单。印度的企业甚至发明了一种单孔简单有效的厕所，但是受洁净度影响的印度人认为排泄物是不洁的，给家里修好的厕所很多家庭也不会使用，而改成储藏室。他们认为在自己家里排便是不洁的，而大量的公共厕所也出现了因为处理粪便不洁导致的非常低贱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做。在孟加拉国，这是一个总体比印度贫困得多的国家。20多年前霍乱大流行之后，孟加拉国政府也采用了印度单孔厕所的做法。正是因为孟加拉国是一个没有种姓制度的穆斯林国家，虽然人们不愿意处理粪便这件事，但是至少从业者不会受到印度种姓制度中洁净度带来的歧视。印度种姓制度的影响从厕所的问题就可以窥见几分。种姓制度对于印度在规范不同人群的行为、习俗和职业，就好比是一套征信系统。比如4大种姓中，2大高种姓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他们不应该吃肉、喝酒和抽烟，因为这些行为被认为是不洁的，只有低种姓的人才可以采用。而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居住在寺庙中，被认为是和神接近的。根据2016年的普查数据，永久不洁占印度总人口16%，代表2亿多人口。尽管不可接触在1950年随着整个种姓制度一起被禁止，但是在今天，特别是农村地区依然有着影响。他们只能从事洁净程度上最污秽的职业，甚至这些在本不该他们出现的庙宇中出现，可能会遭受殴打致死或被赶出村庄的结果。然而同时也有很多人不再相信这套系统，越来越多的可以获得良好的教育，带领自己的家人进入大的城市中工作生活。可印度政府对于低种姓的政策倾斜，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在呈现激化种姓制度。比如低种姓子女可以花费更少的资金获得同样的私立教育，导致普通种姓的人认为不平等。他们认为不应该使用种姓制度上的倾斜，而应该在经济基础上做倾斜。甚至还有人为此改变自己原有的种姓地位，声称自己的祖先也是低种姓者。种姓制度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从古印度种姓制度的出现，殖民期间种姓制度的登记入册，到现在法律明文禁止之下，种姓制度对于印度人的重要性在下降，特别是在城市中更为明显。但是不可否认，种姓制度带来的歧视仍然存在。而这一系统还在各个方面影响着印度的每一个人。做这期内容，我看到另外一篇印度种姓制度的文章，文中大量铺垫印度种姓制度中高种姓统治者如何奴役低种姓人，简单的将种姓划分直接分为肤色来区分，直言不讳低种姓的根本不算人，描绘宗教统治下的愚昧不知反抗，总结印度空有13亿人口，同时利用将宗教等同于佛教的概念，以此文章大转向，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受到阶层划分？我不知道文章作者是否清楚，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与耆那教创始人大雄都反对任何形式的种姓结构，这两个宗教都宣称众生平等，也是为了反对不平等的种姓制度而创立的宗教。
特别是佛教在日后成为了普世宗教。但是这些都挡不住作者要喊出一句：中国文化王侯将相另有种夫的血性，更是升华到了一句：有些文化有些精神根基是数千年沉淀下来的，从骨子里我们和印度就不一样。这些内容的点睛之笔，作者的拿捏真是恰到好处，不愧为偏偏10万加的优秀自媒体创作人。其中有这样一条评论冲击了我，而这样的言论看起来如此平常，平常到了有几千人在行动上进行支持。